角度对了，速度快了半步。你这一剑刺得太实，给我留了借力的空间。你的剑意最盛，就是太容易看穿。下次换个起手式，别每次都从正面来。刘云宗有此子，未来100年可期。师兄，刚才那招云破天开，能不能再给我讲一遍？等我秘境回来再教你。一言为定，云破天开，流水无情，惊鸿一剑，总共3招，都记下来了。教你这悟性，讲10遍也听不懂。听不懂也要听。没事，阿木，听不懂我陪你一起听。你也听不懂，凑什么热闹？那就一起听不懂。石头，别光顾着聊天，伙房还等着水呢。看什么？3招都记下了。行，秘境回来，一招一招教你。宗门决定派你带队前往允仙秘境。允仙秘境，秘境中央出现了一批药灵足够的灵草，正好适合炼制结丹所需的凝元丹。宗门决定组织一批有希望冲击金丹的弟子进入中央采集，这是栽培之意。81人都是精挑细选的苗子，别人带队我不放心。掌门放心，81人一个都不会少。你怎么来了？路过。从天剑宗到流云宗，流云宗御剑要飞2天，这叫路过？护身符，秘境里如果有危险，捏碎它，我能感应到。怕我出事？怕你丢人。你是天剑宗圣女的未婚夫，死在秘境里，我面子不好看。等我回来，给你带秘境里的好东西。秘境里能有什么好东西？上次不是有人挖到一块上古灵玉吗？那我等着。婉清，回来之后，我们商议婚期吧。好。里面装的什么？干粮、水壶、毯子、换洗道袍、药膏、止血散、蛇药、防虫香、笔记用的炭笔和本子。你是去历练还是搬家？师兄说秘境里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，有备无患嘛。还行，
不用谢，谢谢。反正我力气大。就你力气大。出门在外，一条田子都能难倒人。此去秘境，就当是春游，一个都不会少。等我回来，师兄就要教我云破天开了。你先筑基吧。筑基丹就快凑够灵石了。不多不少，正好81个。师兄，秘境里会不会有鬼？有，专门抓胆小的。阿木，你连鬼都怕，还没见着呢。谁怕了？你昨晚睡觉都在发抖。那是冷的。石头，你昨晚和阿木一个帐篷，他是不是在发抖？不是发抖，是在说梦话，一直在喊“别过来”。怕也不丢人。我第一次进秘境这年，比你抖得还厉害。老赵，你应该去当宗门总管。总管管物，我管人，不一样。凌云哥哥，我唱的好不好？好，比你阿木师兄唱的好。我没唱过。所以小溪唱的比你好。凌云哥哥，等我长大了，我要嫁给你。小溪说什么？秘密。光板一样林间晃动。这句童言无忌的话，后来成了叶凌云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咀嚼的记忆。秀什么呢？明天天要赶路，你还不睡？先把今天师兄讲的要点记下来，不然明天忘了。借你的，秘境回来还我。冷月师姐，别多想，我只是不想队伍里有拖后腿的人。谢谢。慢慢来，不急。
他没有多强。师兄，你看这株值多少灵子？5块下品灵石，你这效率，回去换1枚筑基丹没问题。真的？还差8株，不，12株，多挖几株还能给师傅带1株。冷月师姐真厉害。快来看，我捡到宝贝了！就一枚破戒指，你当是什么宝贝呢？挺好看的，上面刻着一朵花。师兄，这是什么花？不认识的花，应该是上古时期的物件。拿着吧，算你的机缘。回去交给宗门鉴定，说不定能换几块灵石。值几块灵石，刚好凑够筑基丹的费用。就这点出息，万一它是上古法器呢？上古法器很值钱的。上古法器长这样，你见过法器吗？没见过。那你凭什么说它是？阿木，你上次捡的那块上古灵玉，最后鉴定是河里的鹅卵石。那次不算，这次是真的。好了好了，能换筑基丹也是好事儿。我当年攒了好几年灵石才买得起1粒。不过这是什么花呢？师兄都不认识。他不知道，这枚戒指里不仅封印着一个1000年前的宗主，还即将装进他80个师兄弟最后的余晖，和他大师兄被撕碎的部分灵魂。3个月内重新激活过。3个月前，正是陨仙秘境被重新纳入宗门历练日程的时间点，则幽微发黑。所有人听令，今天开始返程。秘境中央的地形比想象中复杂，不宜久留。还有好多灵草没挖呢，回来再挖。灵草跑不了。1、2、3、12株，加上之前的3株，总共15株。师兄，15株够换几粒筑基丹？明天中午就能出秘境，出来几天，这帮小孩都晒黑了。所有人原地不动。
我们活下去。师兄救我！师兄，这个给你。你说值几块灵石，刚好凑够筑基丹的费用。又来一个背着死人的人。他不知道那枚戒指里不仅住着一个1000年前的残魂，还装着他80个师弟师妹最后的残魂余血，更不知道那个阵法本就没有打算让任何人活着出去，无论是作为祭品还是作为见证，但他活下来了，带着82条命。碎得太慢了，命牌与献祭者神魂绑定，献祭完成本该瞬间碎裂，大阵被破坏了，81条面魔的献祭被一个濒死的小辈搅了局。不能急，叶凌云废了经脉寸断，丹田割裂，就算活下来也只是一个废人。一个废人不可能知道大阵的真相，就算他看到了什么，也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废人的话。命牌虽然毁了，但密室里还保留着名册，81人的命格记录，每一条都是我亲自核验过的。这些名册是我未来重新启动献祭的关键，但前提是必须确保所有证据都被销毁，包括幸存者。来人，属下在。秘境那边彻底搜查，一具尸体都不要放过，所有痕迹全部抹掉。叶凌云那边暂时不动，安排人手持续监视，有什么异常，第一时间报我。一个废人，翻不了天。他忘了一件事，大阵崩溃的那一刻，有81道残魂没有被阵法吞噬，他们被一道微不足道的微光裹挟着，落入了一枚毫不起眼的戒指里。而那枚戒指，此刻正戴在那个废人手上。81残魂已入戒中。我再往下沉，没有光，没有声音，没有方向，像是被浸泡在深水里，水压从四面八方挤压着胸腔。
然后疼痛来了，不是某一处的痛，而是全身每一寸经脉同时灼烧的痛。丹田像一个被捏碎的鸡蛋，空荡荡的，什么都存不住。师兄，这个给你，回来后，师兄教我云破天开。这不是我的洞府。叶师兄，你醒了？还有其他人活着吗？经查，此次秘境猎中，带队弟子叶凌云未能及时发现异常灵力波动，未能及时下撤离，负主要责任。现剥夺内门弟子身份，贬为杂役，发配后山。他们的尸体有找到吗？秘境已经关闭，搜救队未能进入。蜘蛛知道自己在织网，我不知道自己在带队走入陷阱，但我现在知道了，秘境已经关闭，搜救队未能进入。这是大长老给我的活路。秘境关了就没人能进去查证，没有尸体就死无对证。我这个罪人活着，正好承担所有罪名。师兄，这个给你。他说凑足筑基丹的费用，他说回来后让我教他云破天开，他说秘境回来还冷月姐的钱，他说给师傅买养元丹，他说给我买壶好酒，一样都没来得及。新来的，我是老何。后山冬天冷，多盖点儿。饭放在这儿了，吃完了食盒放门口，我明天来收。多谢。明天我来的时候，要是没吃，我就不送了。今天有肉，今天会下雨，明天应该晴。老何在流云宗干了43年杂役，送走过4任掌门，见过无数人来来去去。他的记忆力已经不太好了，但他记得后山每一个角落的温和风俗。扫不是扫给宗门看的，是扫给自己看的。地干净了，心也就干净了。
没有灵力波动，没有禁制，没有异常。长得还行，就是太丧了，看着想打人。你这修为废的也太彻底了，经脉寸断，丹田碎裂，我都找不到地方下嘴。你是谁？柳如烟，合欢宗末代宗主，1000年前被人出卖，全宗3000人覆灭，残魂困在这破戒指里，一困就是1000年。你是第一个把我吵醒的人。那你找错人了，我现在连自己都救不了。这就想死了？80亿人就受不了了？老娘当年3000人，一个一个死在我面前。我的师妹，我的徒弟，我宗门里的每一块砖都被人踩碎了。我在这戒指里睁着眼睛过了1000年，你看我哭了吗？这戒指1000年没人能激活，你是第一个。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是力量，是这里。激活它的条件，不是灵力多强，而是神魂层面的波动，极致的悲痛，极致的愧疚，极致的恨意。3种情绪同时爆发，纯度足够高，才能触发魂锁封印。你背着81口棺材，每一口都很重，这份重量是最好的魂力燃料。你想死，我不拦你，但你死了，谁替那80人讨公道？你怎么知道是80个？那一刻，我只想到了一个解释：他在戒指里看到了。看到了秘境的惨剧，看到了我跪在灵堂外的3天3夜，看到了那些指指点点的人和我握紧的拳头。他什么都能看到，只是之前没有说话。但我不知道，他看到的远比我以为的多。同一天晚上，柳如烟已经回到了戒指里，没有任何动静。我想起今天白天那个杂役弟子仓皇退出的眼神，想起执事公事公办的语气，想起老何放在门槛上的食盒，还有其他人活着吗？没有人回答。为什么偏偏是我？师兄。81个人啊，就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了。以前那么苦，现在遭报应。
做什么呢？我连自己的修炼都搞不定。这样叶师兄扫地的时候能少搬一道。我儿是怎么死的？我儿是怎么死的？阿木是全村的希望，全村的希望。小师傅，我儿最后有没有说啥？救我！他说他想回家。你生前说要做天下第一剑修，剑留在这里，替你看着。不怪你。圣女，别忘了你的身份。等我回来，给你带秘境里的好东西。圣女，我知道。走。瘦了，多吃点儿。瘦的跟竹竿似的，怎么干活？扫地也得有力气，不是？王婶，我别废话，包子凉了就不好吃了。王婶的丈夫也是流云宗弟子，死在了一次秘境历练中。那年他才23岁。他没有改嫁，
留在宗门伙房里做饭，一做就是20多年。他给每一个犯错的弟子多打一勺肉，给每一个受罚的弟子留一份夜宵。如果死的是我就好了。如果死的是我就好了。师姐，你比我强，你活下去！有些痛，只能自己熬过去。丹田碎了，气脉断了，但心跳还在。只要心跳还在，神魂就还有根基。你以前修炼呼吸是为了引气，现在气没了，你以为呼吸没用了，但你错了。呼吸不是引气的工具，呼吸是活着的证据。合欢宗第一课，先学会活着，再谈其他。那个阵法，红色的纹路从地下往上爬，80亿人被同时抽取精血，你能认出是什么阵吗？你怎么知道我能认出？你说你是1000年前的宗主，全宗3000人覆灭，如果连上古禁阵都认不出，你活不过1000年。你这个人，废了修为之后，脑子反而好使了。把阵法的纹路走向、启动顺序、血色光芒的汇聚方向，一样一样说清楚。红色纹路先从地面裂缝里爬出来，沿着外围绕成一圈，再一段一段往中心收。启动时，81处血光几乎同时亮起。阿木倒下时在我左前方，凌月拔剑用的是左手。老赵把我推出去时，血纹已经越过他的脚踝。那些纹路全往石碑下方流。你能再说一遍那个血色汇聚的方向吗？从外围往中心，还是从地下往上？从外围往中心，81道血光全部流向石碑下方的一个点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吸过去的。这个阵法叫81命锁天阵。81条命，对应81个阵眼，不是杀人，是献祭。以天才的精血和神魂为引，强行撕裂上古封印，获取封印之下的东西。而且这个阵法不是魔道的东西，是上古正道某一脉为了对抗天劫发明的，用天才的命换一个人的长生。因为他太伤天河，1000年前就被3宗联手封禁了，没想到有人把他又翻了出来。谁封禁的？天剑宗、碧霄宗和流云宗。你的宗门里有人要渡劫，渡劫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而是靠别人的命。能安排81人进入秘境的人，是下令的那个人。这就对了，仇恨不是坏事，笨才是。我现在这样子怎么查？从头开始，丹田碎了，经脉断了，正常修炼的路走不通。但你没死，说明你的神魂底子还在。神魂怎么修？我教你。左边没扫干净，又没扫干净，你是不是故意气我？你要是扫地都扫不好，我怎么教你功法？你以前当宗主的时候也这么啰嗦吗？我当宗主的时候，没人敢说我啰嗦，你是第一个，你应该感到荣幸。我想了很久，
为什么还要活着？不是为了讨公道，公道是他们该得的，但不需要我来给。宗门会查、会审，会给他们一个交代，不一定是我来。也不是为了赎罪，有些罪赎不了，背上了就是一辈子，没有抵消的办法。那是为什么？为了记住他们每一个人，名字、声音、习惯。阿木怕鬼，冷月嘴硬心软，石头绣花很笨，小溪唱歌走调。其实他唱得不好，但我们没人告诉他。老赵会把每个人的口味偏向并注在名单旁边，他的字比我还丑。如果我也死了，就没人知道这些了。大长老的卷宗里不会记这些，宗门的档案里不会记这些，他们的名字会变成公告上的一行字：81人遇难。没有人知道阿木想筑基是想攒钱给师傅买养元丹，没有人知道石头有一个没送出去的荷包，没有人知道冷月最后那一剑是左手刺出去的，他右手伤了，我没告诉过任何人。我不能让这些事跟着我一起消失。叶凌云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决定帮你吗？你在灵堂外面跪了3天，你那个前未婚妻站在人群外面看了你1个时辰，你没抬头看过一眼。那个叫冷月的丫头的是路过你的时说了3个字，你没有借着这句话爬起来喊冤，你只是跪在那里，给那些骂你的人和没骂你的人都跪了。这3天，你有无数次机会可以辩解，可以说不是我指挥失当，是有人篡改了阵法，你没说，因为你知道说了也没人信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觉得和他们父母流的血比起来，你的委屈不值一提。一个在这种时候还能保持这种清醒的人，值得活下去。你刚才是不是夸我了？没有，你听错了，我是说你不算太笨。你说了值得活下去，那是客观评价。那是夸我。你这人怎么这么会抓重点？我刚才说了那么多，只记住了这一句。今天的课到此结束，明天再教你。我见过很多从高处跌下来的人，有的跌碎了，有的没碎。没碎的那些，后来都活得比从前好。怎么区分？不区分，能爬起来的就是没碎的，爬不起来的扶也扶不住。你现在还能喝茶，能喝茶就能爬。明天吃鱼，河里的鱼我早上钓的，天不亮就得去，去晚了就被鸟叼了。这套功法不练气，练魂。你丹田碎了，正常方法走不通。但你有一件事比谁都强，你的心够重。合欢宗以情入道，急于情者急于魂。你的悲痛、愧疚、不甘怒，这些情绪，别人避之不及，但对我来说，是最好的燃料。入定之后，你会看到你最不想面对的东西，不要躲，越躲越深。直面它，消化它，让它成为神魂的养分。不要躲，看着他们，把每一张脸都记住。你欠他们的不是死，是活，活出他们没活成的样子。不是道歉，也不是告别，我会记住你们，我会活下去。还行，
这套功法叫什么名字？晴天恨海录，合欢宗正宗心法。晴天不灭，恨海不枯。急于情者，方入道。急于情者，方入道。第一缕魂元生出来了，就别浪费。明日起，呼吸、扫街、入定，一样都不能少。好。后山竹林的日子开始有了固定的节奏。左边没扫干净，右边再来一遍。你是不是故意气我？他一一照做，不是因为听话，而是因为他发现柳如烟的指挥不是乱指挥。他让他反复扫的台阶，是合欢宗晴天恨海录第一层定魂的心机，在重复的动作中，让神魂稳定下来。你到底是想教我扫地，还是想教我修炼？扫地就是修炼，修炼就是扫地。你以为合欢宗的功法是怎么创出来的？创派祖师是个杂役，扫了一辈子地，扫出了晴天恨海大道。你编的？一半，扫地的部分是编的，杂役的部分是真的。他确实当了300年杂役。叶凌云无语，但他继续扫。下午，柳如烟正式授课，从合欢宗的历史讲起，不是正史里写的那些被妖魔化的描述，而是真正发生过的事。合欢宗以情入道，不以斩断七情六略为修行法门，而以直面情感、消化情感、升华情感为核心功法。这样的理念，在正统修仙界看来是邪道，因为他培养出的修士情感完整，不受宗门控制。所以3大宗门联手灭了你们。不是灭，是剿。灭是敌人，剿是异己。敌人还有被尊重的资格，异己没有。他记住了这个区别，灭与剿，一字之差，1000年的血海。瘦了。傍晚，王婶送来饭菜，油纸包里永远是双份，肉是双份，菜是双份，有时候还有一壶浊酒。他从不问叶凌云在做什么，只是每次来都要说一句瘦了，然后把新的油纸包塞进他手里。今天酱油放少了，红烧肉不如昨天烂。这壶酒不错，你替我喝。他没有告诉王婶，他每天都在吃2个人分量的饭，一个人吃，另一个人看着。晚上，叶凌云打坐里休息，柳如烟在戒指里休息。他说他的残魂太微弱，不能长时间维持虚影。你需要什么才能恢复？需要你变强，你强了，双修时帆布给我的神魂力就多。现在的你太弱了。能有多弱？弱到我和你双修，你能从我这里得到成长，我却只能勉强维持不消散。
等你什么时候强到双修时能双向反哺，我才能真正开始恢复。叶凌云没有接话，但他打坐的时间越来越长。你以前是什么修为？元婴。元婴还算可以，在1000年前只算中下，我们合欢宗守门弟子的起步标准。我重修之后能到多少？看你自己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，合欢宗的上限。我师尊，合欢宗上一任宗主是真仙境。你知道我师尊从元婴到真仙用了多久吗？120年，中间有60年卡在化神，不是因为天赋不够，是因为道心不稳。化神之后，每一关都比前一关难10倍，不只是功力的积累，是心的锤炼。所以别急，都想突破，慢慢来。那天你说81魂，他们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死？你问这个问题，是因为你已经猜到答案了。那个阵法的运转逻辑是先抽精血，再炼神魂。精血一旦被抽离就会消散，无法回收。但神魂不同，神魂只有在被彻底炼化之后才会转化为献祭之力。如果在炼化完成之前打断阵法，已经被抽取但尚未被炼化的神魂就不会消散，他们会停留在被打断的节点上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不全算死了，但也不算活着。81道残魂被戒指在最后头反向吸收了进来，和你初见时我的状态一样，有魂无意，困在戒中，等待唤醒。他们一直在戒指里，从我苏醒的那一刻就能感觉到他们。81道微弱的魂火安安静静地待在戒指的最深处，没有意识，没有声音，但确实是存在的。你每次握着戒指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在听，虽然听不懂，但他们在。能醒过来吗？能，但需要条件。合欢宗有一门失传的神魂秘法，名为归元引魂术，可以将残魂从混沌状态中唤醒，重新凝聚意识，最终重塑完整神魂。但施展这个秘法需要3个条件：第一，我必须有肉身，不是临时凝聚的那种，是真正的稳固的肉身，否则我的残魂撑不住施法时的消耗。第二，你的神魂必须强大到能够承受81次双向共鸣，以你现在的修为，1次共鸣就能把你的识海震碎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每一次施法只能唤醒1人，之后我需要长时间的修养才能再次施法，所以81个人需要很多年。你要等吗？我有生之年能等几个？看你能活多久。阿木第一个，因为他最胆小。对，他一个人在黑暗里待着，会怕。你现在明白了吗？这不是单方面的事。你要我帮你恢复那81个小孩，我需要先有肉身，而我要重塑肉身，需要你变强，强到双修时能双向反哺。所以这不是谁帮谁，帮我重塑肉体，我帮你恢复81魂，这才是完整的交易。所以你要想清楚，这不是你欠我，也不是我欠你，是我们互相欠着，谁也别想赖账。3年之内我让你突破金丹，7年之内化神，化神之后双修开始双向反主，我就能开始恢复。你不是说我太弱了吗？你是弱，但我柳如烟教出来的人没有一个弱的，另外双修还可以10倍的增速，所以明天开始训练量加倍。好。81口棺材，我自己背了3000桶，再多你81个也不算多。你愿意帮我的弟子们重塑肉身，我就陪你把他们一个一个带回来，这买卖不亏。
你知不知道正常人修炼擎天恨海路第1层定魂需要多久？多久？1年，资质好的半年。我当年是3个月，合欢宗有史以来最快的记录。你花了几天？而且是在丹田碎裂的情况下。可能因为我比较笨，所以老天爷补偿我。不是笨，是你背的东西够重，重的魂扎得深，扎得深练得快。合欢宗的道是反着来的，你越不想着快，你就越快；你越不想着突破，根基就越稳。你的神魂损伤到底有多严重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你说双灸时你只能勉强维持不消散，你说需要我化神之后才能双向反哺，你说施展归元引魂术需要你先有肉身，这些加在一起，你的伤比你说出来的严重得多。你这个人，废了修为之后，不但脑子好往了，还变得很烦。1000年前，合欢宗覆灭那一战，我被3宗9名渡劫修士联手围攻，正面打我谁也不怕，但他们用的是锁魂阵，专门克服神魂的禁忌阵法。我的肉身在那一战中被毁，神魂被强行从肉身中剥离，封印在这枚戒指里。9个人围攻你一个？9个人，其中3个是天剑宗的，3个是碧霄宗的，还有3个是流云宗的。锁魂阵会在封印的过程中持续消磨神魂，1000年下来，我的神魂被磨掉了70%，所以我说，再磨个几百年就彻底消散了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你自己看。怎么帮你恢复？你这个人是不是傻？我师妹柳如梅，当年她把戒指塞给我，说师姐你比我强，你活下去。她的戒指和我的戒指是一对，我的封印在秘境，她的封印应该在天剑宗。千年宗覆灭战了，所以大长老在找的不只是渡劫之法，还有合欢宗的传承，而你师妹的戒指在天剑宗禁地。对，找到师妹的残魂，合二为一，我的神魂才能恢复到足以重塑肉身的地步。有了肉身，才能施展归元引魂术。然后，阿木第一个。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些？是。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因为你那时候连扫地都在抖。告诉你这些，只会让你崩溃。现在你扫了这些天的地，劈了这些天的柴，魂元也入了门，可以开始扛更重的东西了。我帮你。我知道。你说这戒指1000年来没人能激活，为什么是我？魂锁封印是合欢宗的禁术，不是力量强就能解开的，需要特定的条件，极致的情绪，悲痛、愧疚、恨意，3种情绪同时爆发，纯度足够高，才能触发封印。1000年了，无数人碰过这枚戒指，有人拿它当古董，有人当法器想炼化它，有人当藏品锁在宝库里。但没有一个人触发过封印，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符合条件。你当时握着戒指，心里在想什么？什么都没想，只是觉得不能死，死了就没人记得他们了。就是这种情绪，不是为自己活，是为了让别人活。极致的不甘与极致的愧疚混合在一起，魂锁封印，感受到了你身上的神魂重量，
不是灵力的重量，是心的重量。然后他打开了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个封印是双向的，戒指选中了你，你也必须接受戒指。你握着它不肯松手的那一刻，它就和你绑定了。从此以后，你死，我散；你活，我就还有机会。那你还说让我去死？我说让你去死是气话。你这人怎么这么记仇？我都困在戒指里1000年了，脾气大点怎么了？叶凌云修为尽匪，已不配天剑宗圣女，此前婚约就此作废。活该！以前那么狂，现在遭报应了吧？世态炎凉，是是你自己的意思吗？是。他在哭。我知道。你不想问为什么吗？他父亲病重，天剑宗内部侵扰，他需要这个圣女的位置来保护他的师兄弟，我能理解。你倒是挺了解他的。我了解所有被命运掐住喉咙的人。圣女，宗门那边传讯来了，新的联姻人选已经拟好，请您过目。进来。好。周执事的回春丹在药柜最底层第3个抽屉里，他每天晚上会在丹药房清点库存，核对他自己私扣下来的药材。你要找的东西不在他家里，在他柜台下面。周执事平时辛苦，今晚炖了新菜，尝尝再走。最快的刀，不是砍在别人身上，而是选在他的心上。阿木、冷月、石头、小溪、
老赵，以及余下的76个。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口棺材，每一口棺材都是一级台阶。我扫的不是地，是路，一条通往某个极遥远、极漫长的目标的路。这个目标不是复仇，不是讨公道，是复活。阿木第一个，冷月第二个，石头第三个，一个一个用余生去换。继续监视，不必打草惊蛇，一个废人翻不了天。他没有注意到报告末尾的附注，更不知道那枚戒指里不仅住着一个1000年前的宗主，还装着81个尚未熄灭的灵魂。而他派去的监视者，每天看到的只是一个废人在扫地。真正的战争，从来不是用剑打的。他记得那片竹林，上次来时经过那里，竹叶正绿。他知道那个人正在那里扫地，一下一下的扫，像他当年练剑时一样专注。圣女，我们该出发了。走吧。这是他从秘境回来后第一个没有做噩梦的夜晚。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你的人，我会一个一个带回来。他们还不知道有人在为他们扫世界，但他们知道自己不再孤单。进步很慢，但每一步都踩在石头上。新来的这个人能爬。你这姿势不对，又不对。扫地的时候腰要直，肩膀要松，力道要从脚尖传到手腕。这里放松，不要用蛮力，要用意。你以前用剑的时候，力道走的是手臂，扫地不是用剑，力道要走全身，脚尖踩地，膝盖微屈，腰胯合一，传到手腕。整个身体是一把弓，扫帚是剑。这次对了，保持这个姿势，扫到山顶。
3333，我都数过了。你是不是有病？这是老赵的口头圆，慢慢来，不急。你知道合欢宗创牌祖师的修炼洞府有多少级台阶吗？多少？3333。你数台阶不是巧合，是你的神魂在自发寻找最适合的修炼方式。你的心知道你需要什么，它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的脑子。这套功法不练气，练魂。你丹田碎了，正常方法走不通。但你这家伙有一样东西比谁都强，你的心够重。81面棺材背在身上，这种重量是最好的魂力燃料。我当年练擎天恨海录第1层，从入门到滋生魂元，花了整整10年。合欢宗有史以来最快的记录，你不用10年，但也不会太快，做好3年打底的准备。修炼目标是什么？先把神魂练到能让我飘出来不费劲。这算什么目标？我高兴了，你才能学得好。3年就3年，10年就10年，扫一辈子的地也行。斧刃要对准木纹的走向，力度要顺着纹理，不是硬砍。木头有它的脾气，你得顺着它。你看这根松木，纹路从这里起，弯到这边，斧刃落在这里，顺着纹路劈进去，不用多大劲儿，木头自己就裂了。你要是横着砍，你试试。看到了吧？你越用力，他越不给你面子。下次一定劈好。下次永远没来。小叶子，今天有红烧肉。多吃点儿，瘦得跟竹竿似的，怎么干活？扫地也得有力气，不是？哟，杂役也配吃肉？王婶儿，宗门配给是有定额的，杂役的份例是3两肉，你这得超了不止1倍吧？我的肉，我做的菜，我爱给谁吃给谁。周执事，你的回春丹管好就行了，我伙房的事儿轮不到你管，你管天管地，还管我锅里的肉。要不要我把账本拿来，算算你这几年从伙房拿了多少额外配给？哼！
杂役没有配给，我自己买。行，1粒化雨伞，2块灵石。这个价格比正常高出2倍，储物袋里只剩下几块灵石。监视者，大长老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哟，天剑宗的丹方品相不错，你那前未婚妻比那些忘恩负义的强。不用。他送药是他的心意，我不用是我的原则。你这个人，有时候还挺有骨气的。你把有时候去掉，去掉就不好玩了。别问如果当年没去秘境会怎样，问了就输了。碧鳌宗宗主之子司徒明，年仅30结丹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这是宗门为你考虑的最佳选择。聘礼3000上品灵石，10件地阶法器，还有续魂草。续魂草虽不能根治苏宗主的病，但能延缓1年。少宗主不会连这1年的孝心都不想尽吧？去灵药阁取一批最好的疗伤灵药，匿名的，寄到流云宗后山。是，少宗主。